各位，高血脂症是困扰医学界几十年的难题，今天它终于被我们医学院的一位女博士彻底解决。好。研究了5年，我终于攻克了高血脂症的医学难关。等领了奖，我就能和阿宇结婚了。让我们掌声有请。I pray like these diamonds that I wear. Oh, yeah. 陈曼琪，陈博士上台领奖。能拿到医学界的最高奖项是我的荣幸，也是对我5年心血的肯定。你胡说！高血脂的缓解和解决方法是我研究出来的。林婉，你是不是做实验做傻了？这是我拿到的奖项，我申请的专利，和你有什么关系？这怎么回事？不知道啊，没听说过。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些是我5年来研究高血脂症的所有实验数据，为了模拟数据，甚至不惜把自己吃成一个胖子。陈曼琪，你敢拿你的实验数据出来跟我对质吗？陈博士，你不是有实验数据吗？和林博士比对一下，不就知道谁撒谎了？对啊，快拿出来看看吧。对啊，快点拿出来吧！对啊，快拿出来！林婉，疯了！我作证，攻克高血脂症和他林婉没有半点关系。直接单盲奖啊！赶快上去！你知道吗？你在说什么？阿宇，你是我的未婚夫，你怎么能和他一起来污蔑我呢？研究成果都拿到了，我怎么可能再去娶你这么一个丑陋而且恶心的肥婆呢？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你只是为了权力。肖医生，你说的都是真的？没错，林婉在本次研究当中只提供了肥胖者患者的血样本。林婉，你学术不端，我们医院不欢迎你这种人。幸好有他在，这种人真可惜。是啊，学术不当就该被抵制的。不是这样的，院长。通知滨城所有医院，永不录用他。来人！不是这样的，院长。请他出去。院长，听我解释，不是这样的，院长，我是被冤枉的，院长。没了，我什么都没了，我的一切都没有了。陈曼琪，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的。陆时月，林博士，快抓住我的手！陆时月，放手吧，你是抓不住我的。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真是回到了3年前小雨给我做手术的那天，真是老天有眼，这一次我一定要拿回我的一切，让你身败名裂。上一次的数据我都记着，这一次我不仅不用吃饭，还能利用研究成果来减肥。婉儿，刚我给你带来点什么？巧克力榴莲蛋糕，还有猪蹄汤。你这刚做完手术啊，得多吃点补。来，阿宇，我现在这么胖，你还会像以前一样爱我吗？我怎么会不爱你啊？我发誓，我要是不爱你，我不得好死。这可是你自己说的。阿宇，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哎，对了，我刚看了一下实验记录，只要再完善几项项目数据，下个月就可以出成果了。真的吗？太好了！啊，那你先好好休息，明天再出去，没事的。猪养肥了，那就该杀了。原来你们这时候就已经勾搭在一起了。你们这对狗男女，就等着丑行被公之于众。萧雨、陈曼琪，我就等着你们的表演。阿宇，你急什么呀？每天面对那个死肥婆，我早他妈受够了。小妖精，今晚让我好好疼。来吧，宝贝儿，啊！宝贝儿，怎么了？阿宇，我问你，林婉的研究怎么样了？宝贝儿，你放心，他都跟我说过了，等下个月研究成果一出来，我就拿给你。林婉对你可是掏心掏肺，你真舍得这么对她？他就是个书呆子，除了会摆动试管，还会做什么？而且他现在胖成这个样子，看着就不胃口，哪像你这么漂亮，这么懂情趣。等他拿到成果，我就跟他分手，然后我们去申请个专利，再开个医药公司，赚他个几百个小目标。到时候你就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阿宇，你对我真好。谁？还以为是那个死肥婆回来了，他这会儿估计还在医院躺着吧。曼琪啊，你觉得我对你好吗？你对我很好啊，阿宇。你问这个做什么？可是我听说最近你跟院长的儿子陆时渊暧昧不清。我还不是为了我们俩的将来，我这么做就是要拿下陆时渊，和他领证结婚。什么？你要嫁给陆时渊？哎
呀，阿宇，你急什么？等我拿到研究成果，再嫁给陆时渊，以后陆家还不让我拿捏，整个医学院还不都是我们说了算？陆时渊，林博士，快抓住我的手！他为什么要救我？陈曼琪想打他的主意，说不定我和陆时渊可以成为盟友。宝贝儿，你太聪明了，快让我用我新学的招式，好好伺候伺候你。阿宇，我回来了。婉儿，你稍微等一下，我马上就来。阿宇，我怎么办啊？快躲沙发底下，快！阿宇，你怎么这么晚才开门啊？没什么，我刚在屋里睡觉呢。哦。怎么感觉咱们家沙发好像比以前更软了？那个，可能是你刚做完手术，身体出现错觉了吧？哦，可能吧。婉儿，你这刚做完手术，需要多休息休息。怎么突然回来了？人家在医院做噩梦了嘛，梦见你嫌我胖，把我抛弃了。我醒来看不见你人，这心里面就慌了慌，就回来了嘛。怎么会呢？婉儿，你放心，我这辈子最爱的人只有你。嗯。婉儿，我来捡。啊！哎呀，阿宇，你受伤了啊！没事，小伤。婉儿，现在是你研究重要阶段，最重要的是你不能受伤。哎呀，你瞧我回来呀，都忘记告诉你了。实验呢，我都已经完成了，这所有的数据和记录啊，都在这 U 盘里。真的吗？婉儿，你太棒了！林婉，这一切马上就属于我，让你压一下我忍了。啊，人家这一路走回来啊，腿都酸了，你给我揉揉嘛。好。等发布会那天，我要你这死肥猪好看！哼！哈宇，实验呢，我都已经完成了，我想去健身房减肥，变回以前的样子，不然啊，你以后肯定会嫌弃我的。怎么会呢？不过你要减肥的话，我肯定全力支持你的，加油！哈宇，这个呢，就交给你保管吧，放在你这儿，我才更放心。婉儿，你放1万个心，绝对没问题。嗯。想不到林婉那个死肥婆居然真的做了出来，现在她是我的了。曼琪啊，等发布会那天，我一定当众甩了那个死肥婆，然后咱们双宿双飞。宝贝儿，咱们继续快活。再让你们得意一阵子，我很快就要你们付出代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Tell me the truth, this is the end. I feel like lose myself.
才发现他的身材也太好了。可是我现在这样子，林博士，来擦擦汗吧。哦，谢谢。没事。你认识我？当然了。林博士除了平时做研究，对病人也很照顾，还帮助困难的病人垫医药费，是个难得的好医生。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了，加油。陆先生，还有什么事吗？你一定要离陈曼琪远一点。小姐，您真是我见过身材最好的人，不管什么衣服穿在您身上啊，都好看。就这件了，帮我包起来。好的。婉儿，好消息，专利申请通过了。医学院决定明天上午10点在盛庭酒店召开发布会，你记得准迟到啊。好，我作为主角，一定不会缺席。好戏马上就要开场。林博士，也就1个月的时间，你的变化也太大了。我相信今天这场发布会，你一定会惊艳全场。陆先生过奖了。对了，当初你让我小心陈曼琪，却不告诉我为什么，你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吗？好戏开场前，总得留点悬念，不是吗？走吧，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好。陈博士真是年轻，恭喜啊！高血脂症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是万千肥胖症患者的福音呐！陈博士不仅有才，还长得这么漂亮，我们都只有羡慕的份儿。听说陈博士马上要和陆院长的公子结婚了，这真是强强联合，前途不可限量啊！哎，石原这小子怎么还没到啊？曼琪，石原到了，你们正好可以把婚事定下来。真的可以吗？可是陆院长，石原对我总是爱答不理的，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呀？怎么会啊？有我给你做主，你就放心吧。好，那就谢谢陆院长了。各位，干杯！干杯！干杯！陆公子旁边的美女也太好看了，好好看，比明星还有气质。这是谁？陆院长，石原旁边的那个女生是谁呀？石原，你知道今天在曼琪的发布会即将订婚，怎么带着别的女人来了？啊，爸，这位是我的朋友，也是我们医学院的研究员。我们医学院的？我们院有这样的人，我怎么知道？医学院没有这样的。这人怎么感觉和李满有点像？我也记不清。不像，我必须确认清楚。这位小姐，我不记得院里有这么一位有气质的女孩，不知道你方便把墨镜摘下，让大家看清楚吗？我的这位朋友是位盲人，最近刚被我召进院里，专门做视力缺陷研究的。肖医生不认识，在这场原来如此，是我唐突了。好了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发布会正式开始吧。走。各位，高血脂症是困扰医学界几十年的难题，今天它终于被我们医学院的陈曼琪博士彻底解决。好，让我们掌声有请陈博士上台。能够解决高血脂症是我多年的心愿，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主要是感谢医学院的培养，还有各位同仁对我的帮助。等一下，他的声音
怎么有些像明晚了？不对，那个死肥婆怎么会变得这么好看？刚刚陈博士说这是你的研究成果，可我怎么听说这项研究一直是林博士在负责？对啊，之前一直听说是林博士的根基，怎么突然变成陈博士了？难道说这里面真有什么猫腻？各位，林婉是我的女朋友，我可以作证，这项研究林婉只是负责了最细微的部分，而真正实验操刀的人呢，的确是陈博士。好，是吗？既然你说你的女朋友也参与了研究，那今天的发布会她怎么没来呢？因为还是说是你们冒领了她的研究成果？你少在这血口喷人，信不信我告你诽谤？陈博士对自己这么有信心啊？那当然，我所有的实验记录、研究数据都在这个 U 盘里，它足以证明我说的一切。好，是我唐突了。既然陈博士有相关资料，不妨打开给大家看一看。你说的好细呢，这么快就服软？你就等着看吧。既然陈博士把全部资料都带来，那就请你给大家讲研究的细节，大家互相学习，互相提高吧。没问题。3年前，我做了首例家族型高血脂患者的数据采集。今年，我突破性的发现了高血脂症蛋白链，这是攻克高血脂症的关键。陈博士这项结果，绝对是诺奖级别的。这场发布会后，我们滨江医学院一定名扬医学界，名利双收啊！是啊，那肯定的。各位，今天呢，我还有件喜事要宣布，我儿子石渊马上要和陈博士订婚，以后曼琪啊，就是我陆家的儿媳妇了。恭喜啊！恭喜！恭喜！石渊，还愣着干嘛？快上来呀！这也太劲爆了！想不到陈博士平时一本正经，在这事上这么开放，不敢想象。竟然是这种人啊！快把它关了！关了！太劲爆了吧！别白费力气了，你们关不掉的。你是？这怎么可能？他怎么看起来像以前的李婉？不对，李婉的死肥婆绝对不可能1个月收这么多。小雨，你愣着干嘛？快让开！陈曼琪，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样。陈博士，我刚宣布你和石原要订婚的事情，你就送给我陆家这么一大份礼吗？石原，你相信我，视频是合成的，我是被诬陷的。这里可是发布会，今天这么多宾客，你觉得他们会信你吗？石原，阿宇，你快说句话呀！各位，这件事我觉得有疑点。你不是个盲人吗？怎么现在又能看得见了？你到底是谁？这个视频是不是你搞的鬼？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陈博士在他订婚的日子，却跟你在同一张床上。哎呀，这……你先说这个视频是不是你放进去的？你要知道，当着这么多人面传播这种视频，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肖医生，你这话说的可真有意思。这 U 盘里的视频资料都是陈博士的，那这个视频也只能是他的。你要算账，也应该去找他呀。不是我 ，U 盘里我只放过高血脂的资料，我没放其他东西。这些合成视频，我也不知道是从哪来的。石原，你相信我没做过这些？你说的好戏就是这个，你这是让所有人看我们陆家的笑话吧？我这是在帮你，避免你戴绿帽子。你怎么不是好人心啊？你这次发布会啊，没白来啊，吃瓜都吃饱了。陆公子才刚订婚，转头就被放出这么劲爆的视频。我要是陆院长，肯定当场取消婚约。
林婉，你这死肥婆，居然在 U 盘里放这种东西，真的被你害惨了。石原，订婚的事儿，我看暂缓一下吧。行，我听爸的。不可以，石原，我真心爱你，怎么可能跟小雨做那种事？你相信我，我可以发誓。陈博士，我看你应该冷静一下。不行，有人这么诬陷我，你要我怎么冷静？石原，你不要取消婚约，好不好？陈博士，你确定这只是造谣，而不是事实？我和石原说话哪轮得到你插嘴？你一个外人，没有资格出现在这里，更没有你说话的份。他还没认出来，这位就是林婉博士。林婉这么做，难道是因为陈曼琪隐瞒了什么？他可不是外人，他是……先别着急暴露我的身份，难道你不想知道陈曼琪为什么突然之间对你穷追不舍2年吗？石原是我的未婚夫，你跟他说什么呢？我刚刚在说，有的人脸皮可真厚，当着所有人的面跟别人厮混，还恬不知耻，求着未婚夫原谅。你够了！这么重要的发布会，你们吵什么吵？钱刚才出的丑还不够吗？院长，你相信我，我可以发声明解释。解释？你怎么解释？自己的东西不准备好，捅了大娄子。我看这婚约也不用演戏了，直接取消吧。院长，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真的是被诬陷的。哼！求您不要取消我和石原的婚约，我和那个小雨根本就不熟，怎么可能会和……你先起来再说。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陈博士，先别急着跪啊，下面还有更劲爆的呢。不行，绝对不能让他们看见这段视频，不然我所做的一切全都白费了。大家请看。天哪，这么快就……快把视频给我关掉，否则我就让你在冰城混不下去。陈博士，这 U 盘和电脑都是你的，我想关也无能为力啊！我打死你个贱人！你这么着急，难道视频是真的？我今天倒想看看，我的未婚妻还藏了什么秘密。石原，连你也这么对我，臭娘们劲儿挺大的。肖医生，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看戏吧，这可是我送你们的大礼。可是我听说你跟院长的儿子陆时渊有些暧昧不清。我这么做就是要拿下陆时渊，和他领证结婚。什么？你要嫁给陆时渊？哎呀，雨，你急什么？等我拿到研究成果，再嫁给陆时渊，以后陆家还不任我拿捏，整个医学院还不都是我们说了算？好啊，都把主意打到我陆家头上了。今天你们2个必须给我一个交代。院长，我萧雨什么样的人你不清楚吗？我办公室的锦旗多都放不下去了，这肯定是有人恶意剪接，栽赃陷害。院长，你相信我，我心里只有石原，只想做陆家的儿媳妇，怎么可能算计陆家呢？口口声声让我们信你，那你拿出别人伪造视频的证据啊！这一定是林婉放进 U 盘里陷害我的。陈博士，这个 U 盘是你的，视频也只能是你的，还是说高血脂症专利的主人根本就不是你？有可能这个事情真的很诡异啊！我知道了，一定是林婉，她在帮我整理资料的时候偷偷把视频塞进去了，就是想让我在发布会上出丑，毁了我的一切。你确定？我确定，绝对是她放的。哦，难怪他今天不来，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真是个卑鄙的贱人。阿宇，你快打电话叫他过来，这件事必须当面问清楚。好。
你怎么会有林婉的手机？难道他就是林婉？不对呀，林婉分明就是个肥婆，1个月的时间不可能变成这样。林婉林博士生病住院了，他委托我全权代表他来参加发布会，顺便啊，他让我带了一份高血脂症的研究资料来跟陈博士对质，看看今天发布会公布的高血脂症创新疗法究竟是谁做的。没想到林博士人没来，却搞出这么大一场戏啊！这么说，陈博士的研究真的藏有猫腻啊？这位美女和林博士什么关系啊？竟然委托她来进行学术打假。林婉就是个学术小偷，不敢来和我当面对质，只敢派你这个替死鬼来污蔑我。林婉是我女朋友，我可以作证，她就是嫉妒曼奇比她漂亮，比她学术的成就高。哼，我说她怎么不敢来，原来是怕的不敢见人啊，躲起来了。好好的一场发布会，被你搞成什么样了？院长，我请求你立刻派人把他赶出去。对，赶出去。你们说再多也没用。正好我这儿也有一份视频资料，大家看看就知道真相是什么。难道林婉给我的数据并不完整？滚开！这是我的发布会，你凭什么插手？够了，拉拉扯扯，成何体统？陈曼琪，你为什么不敢把数据传上去？我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否则陈曼琪身败名裂，我在医学院也待不下去了。院长，陆公子，虽然呢林婉是我的女朋友，但是我这个人公正无私，我可以作证，创新疗法确实是曼琪做的，千真万确。证明？你拿什么证明？我亲眼看见的呀。林婉只做了一些数据记录和文献分析的内容，重要的实验都是曼琪做的。既然你这么说，那就让这位女士把研究的数据和细节都传上去，有什么问题吗？陈博士躲躲藏藏，究竟是在害怕些什么？把实验的数据都传上去，让在场的专家都看看。好。住手！陈曼琪，你究竟想干些什么？石渊，明明我才是你的未婚妻，你居然信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我为了配得上你，辛辛苦苦做了5年的研究，难道你以前的承诺都是假的吗？原来是陆公子许诺了陈博士，他是这么卖力的研究。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刚刚的视频还不知道真的假的，大家都不要着急下结论。是，那是因为高血脂症很重要，我不想因为拒绝你的表白而使这项研究停滞，所以我才跟你说的，考虑谈恋爱而已。现在既然有人提出合理的质疑，你作为研究者就应该接受并回答他的问题。陆诗渊，她是你的未婚妻啊，你这样做未免也太过分了吧？合理的质疑在学术上很正常，更别说是高血脂症这么重要的研究。我看你们一直推脱，难道真的如这位同事所说，你们是从林婉那儿偷来的？这是污蔑，不是质疑。还有你，一直在这里胡搅蛮缠，你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保安，来把这个扰乱会场秩序的人给我请出去。怎么，解决不了问题就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吗？石渊，我就知道，在你心里，我永远比不上那些研究。陆诗渊，曼琪的都这样了，你居然还在帮这个人？肖医生叫曼琪，叫的可真够亲热的。不知道的还以为陈博士是你的未婚妻呢。你不要在这里挑拨离间。U 盘里的数据大家可都看见，反倒是你拿这个合成的视频在这里说是。够了，这样继续吵下去没有任何作用。那就让在场的专家都看一看，具体的真相究竟是些什么。难道林婉真的流了一手？不行，不能动。你这个人打着我女朋友的旗号，到底是有什么目的？你保持合理质疑可，但我也有理由怀疑动机不纯。对啊，院长，我看他就是想毁掉我的发布会，让陆家在整个医学界面前丢脸。林博士，这场发布会对于我们医学院和陆家来说都非常重要，你确定你的好戏还要继续下去吗？陆少，你就好好看着，肯定不会让人失望的。阿宇，怎么办？要是他手上真有那个死肥不改的证据，我肯定会被医学院除名的。先别急，
那个林婉那么想嫁给我，肯定把所有数据都给我。喂，不可以！石渊，我可以接受合理的质疑，但如果最后证明不了什么，我希望医学院可以开除他，让他被整个医学界除名。那证明研究不是你做的呢？你又该怎么受罚？你说什么？石渊，你要罚我？这只是为了公平公正罢了。我看你就是嫌弃我。刚才我被造黄谣，你不帮我就算了，却一次次帮他，明明我才是受害者呀！好了，不用再说了，你只需要把你的研究做好就行，其他的事情你别管。我的文件怎么变成这样了？美女，你就拿这些东西来冒充数据啊，真是丢人现眼啊！我看你根本就是林婉找来闹事的骗子。石渊，你快找人把他赶出去，我不想再看到他。不可能，我明明检查过了，怎么变成乱码了？如果数据是真的，怎么会显示乱码？要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要么立刻出去。不会的，不会的。刚才不是很嚣张吗？继续呀！我看林婉就是知道数据全是乱码，才会叫你这个替死鬼来送死吧。我看你真是蠢笨如猪啊！这是都是被动没有的。你现在在医学界可是出名了。保安，来把他给我扔出去！放开我！我的实验数据没有错。住手！这是字符编码冲突才导致的乱码，我有办法解决。陆少，谢谢你。没关系，毕竟这场好戏还没落幕呢。对。大家请看，这个数据在不同人群中的变化，说明关键在第17号染色体当中的变异偏离，而这个关键因素说明血脂异常在于载体蛋白的病变。这么专注的一博士，莫非是第一次见？确实挺有魅力。陈博士，在你的 U 盘里，这个关键因素要么是空白的，要么根本就无法表明治疗高血脂症的关键因素。请问你是如何做出这个创新疗法的？我只是忘了。忘？这么关键的因素，你一句忘就可以撇清质疑吗？陈博士做了这么多年的研究，关键数据忘了保存，说不过去啊！这样一来，创新疗法真的可能是林博士研究出来的。这些实验的确是曼奇做出来的，只是林婉在登记数据的时候漏了，所以要怪，应该怪林婉。对，数据都是林婉整理的，要怪肯定怪他呀。好，这么说，陈博士对于数据的实验很熟悉了。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变异链低温萃取实验它的具体参数是怎么设置的？怎么，陈博士答不上来？陈博士，你自己做的实验都说不出来吗？难道真不是你做的研究？我只是忘了，刚才被那些视频影响，心里发慌，所以那些细节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没错，是谁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不舒服。不记得了。我看你根本就没有碰过这些实验设备。陈博士不用给自己找理由，因为这些实验你根本就没有做过。真是一出大戏，成果发布会成了打假会。陈博士啊，公然窃取林博士的研究成果，这事要是传出去，他恐怕没脸在医学界混了吧？陈博士，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我真的只是忘了。石岩，你相信我，都怪林婉那个贱人，那些视频肯定都是他找人合成的。事实都摆在眼前了，你还在狡辩？都怪你！林婉为什么派你来？我看他就是想造我的黄谣，所以不敢现身，让你来当这个替死鬼。林博士来不来，不用你关心。你现在只要回答我提出来的质疑，如果回答不出来的话，好啊，那我们就请学术委员来介入，查一查这个创新疗法到底是谁做的。无论如何都不能承认。不管怎样，都不能改变我研究出创新疗法的事实。他的那些数据，我也能拿得出来。没错，
我愿意用我的职业名誉做担保。曼奇说的事情都是千真万确，就算是学术委员会介入，我们也不怕。我看你们真是疯了。话谁都会说，但陈博士连最基本的都回答不上来，你让我们怎么相信？再说了，肖医生，你的职业名誉很重要吗？你们都别说了，天闹的笑话还不够吗？各位，不好意思，发布会提前结束，到此为止。3天后，我会邀请学术委员会来做专项答辩，确定创新疗法的归属。还有这些视频，石渊，你叫人立刻送去做技术鉴定。好的吧。林婉这个死肥婆，1个月没见，竟然救人毁了发布会，那些视频肯定也是他拍的。这有摄像头，摄像头。这还有。林婉，你真是好样的！看来这个死肥婆早就开始怀疑我，那些视频也是这些摄像头拍的。我看来是早就准备好了口袋，就等我们钻了。林婉，你出了这么大的丑，我一定不会放过你。院长叫人鉴定完了视频，咱们的事不就全暴露了？到时候你还怎么和陆明远结婚？那我又有什么办法？林婉威胁，绝对不会放过他。我想到一个办法。这样能行吗？可那些数据……放心，我会全力帮你的。真是不要脸！这次被你害惨了。等曼奇拿到成果，到时候就死定了。啊！那是发布会上的那个臭婊子。那不是林婉的办公室吗？林婉办公室的密码只有林婉知道，她怎么进去的？难道她就是林婉？婉儿，你在哪儿呢？好几天没看到你了。阿宇，我生病住院了，嗓子不舒服，发烧烧得厉害。你生病了？对啊，我怕你担心，就没有告诉你。等我病好了就回家了。你在哪家医院？我现在就去看你。不用，阿宇，你忙你的，等我病好了我就回家了。婉儿，你生病了，身边没人怎么可以呢？我现在就去买你爱吃的蛋糕，马上就去照顾你。阿宇，真的不用，我知道你爱我，但我也是真的心疼你。婉儿，你对我真是太好了。我要是娶了你，肯定很幸福。那我先去忙了。好。死肥婆，装什么温柔，真恶心。之后的汇报再精进些啊！你们来的挺早啊，早点来可以提前做做准备嘛。不错，这是个好习惯。哎，世远，这位小姐怎么称呼？你还没跟我说过。爸，这位就是林婉林博士。你说什么？他就是林博士？我记得前段时间看到林博士，
他还不是人。这个月我用我自己研究的高血脂症疗法，给自己减重100斤。100斤？这么说，研究真是你做的？是的，属假包换。那陈博士为什么要费尽心思来抢呢？我很早之前就发现，陈博士和我的未婚夫萧雨早就勾搭在一起。他不仅想把我的疗法占为己有，还想以此嫁进你们陆家，掌控整个医学院。好个陈博士，枉我那么看好他。这么说，那些视频都是真的？对，那些都是我拍下来的证据。这两个人真是胆大包天，我现在就处罚他们。院长，先不要惊动他，待会儿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揭穿他们两个的谎言，我要让他们被行业彻底抛弃，永世不得翻身。好，只要能清除这两个败类，你想怎么做我都支持你。这次看他们还怎么狡辩。曼琪啊，你放心，那些数据啊我都恢复好了，保证万无一失。一想到要见到林婉那个肥婆，我就心烦。你说他这次会不会又耍什么花样？他敢，除非他不想嫁，这种恋爱拿捏死死啊！怎么又是你？怎么又是你？林婉呢？林博士生病住院了，委托我全权代表他来参加答辩会。哼，他不是说过几天就出院吗？我看他不是病没好，而是不敢。知道自己是冒牌货，当然不敢来啊。石嫣，这次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好了，答辩会正式开始，先请陈博士做研究内容陈述。各位专家好，我是来自滨城医学院的陈曼琪博士。下面我将为大家介绍我关于高血脂症的研究。高血脂症的关键在于再脂蛋白链，这是我去年3月份发现的。刚才不是说去年5月份，到底哪月？不好意思，记错了，是3月。这是记录表。陈博士，请你把关键的几个记录表都打开。好。这是温度变化记录表，我们要的是浓度变化记录表。看我干什么？有什么表自己找。陈博士，这个表格在第5个文件夹里。不过，就算你找到了，你的数据也都是错的。不可能，数据怎么会是错的？不信的话，打开看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的这些数据在前几天的发布会上还没有，这是你这几天临时编造的数据吧？他们和你前面的表格都对不上。陈博士，你难道没有好好检查吗？你怎么知道？因为这些实验都是我做的，要想短时间内把这些数据给补全，必须用其他的数据来进行编造，根本就没有时间慢慢的做实验验证。不是这样的，实验我做过，数据没有错。数据是对是错，全靠你一张嘴吗？各位专家，这项实验是我5年的心血。前段时间发生了不好的事情，心理受了影响，所以有一些错误，还请大家见谅。还想在专家面前装可怜？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正确的数据。大家请看。这些你是从哪儿弄的？当然是林博士给我的。林婉就是在实验室里帮我打杂的，自己不敢来，叫你来，真是丢人。
陈博士，这里可是答辩会，请注意一下你的言行。有的人啊，拿别人东西拿习惯了，都忘记研究该怎么做。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陈博士做过什么，自己心里明白。这些话都是林婉教你说的，你现在把他叫过来，到大家面前说清楚。好了，都别说了，答辩会还开不开了？下面请林博士的代理人做研究内容陈述。好。各位，接下来请听我讲解。通过这些数据的变化，我意识到这背后一定有个载体在参与生化反应，这促使我发现了载质蛋白变异链。林博士虽然今天没有到场，但是这位代理人对于实验的细节介绍远超于陈博士，各位应该没有什么异议了。没有了。经学术委员会一致认定，高血脂症创新疗法的发明人是林婉林博士。哎呀，这本来是发布会要颁发的奖项，当时耽误了。今天我把它奖励给林博士。谢谢。阿宇，怎么办啊？我什么都没了。闭嘴！那个死婆敢耍我，绝对不会放过他。林婉，你要是不把疗法和专利让给曼奇，我就不跟你结婚，听见了没有？你哑巴了？别给脸不要脸啊！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不好意思，这个机会我早就不想要。你说什么？你是林婉？不可能，林婉就是个肥婆丑八怪，一个月的时间怎么可能变成这样？两位不信，当初冒领创新疗法的时候，你们就没有想过被正主揭穿的一天？真是林婉，你一个月瘦了这么多。很惊讶吗？我用我自己研究的高血脂症疗法去减肥，成功减重100斤，没想到吧？你们两个本来是我看好的青年才俊，没想到为了名利居然不择手段，太让我失望了。不是的，不是的，院长，都是陈曼琪，都是他逼我的，是他嫉妒林婉，是他连累我的。你胡说什么啊？小雨，明明是你出的主意。院长，我才是被欺骗的，都是他。陆总，视频鉴定结果出了，给我。鉴定结果显示，视频内容未经任何技术合成，视频内容完全真实。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完了！不是的，石原，我也是被欺骗的，都是萧雨，他故意陷害我的。陈曼琪，我说你好歹也是个博士，你说话就不能够动动脑子吗？你所做的这一切，不就是为了想加进陆家，从而控制整个医学院吗？陈博士，萧医生，你们俩的事儿我必定严惩不贷。各位专家，让你们见笑了，答辩会到此结束，辛苦你们了。我们也走吧。好。林婉，我是你未婚夫，你不能抛下我不管。从你勾搭陈曼琪的那一天，
你就不再是我的未婚夫。让开！林婉，都是陈曼琪逼我的，我心里只有你啊！什么我逼你的？明明是你看他胖了丑了，才用他的研究成果勾引我的。你放屁！明明是你勾引的我。林婉，我只是犯了一个全世界男人都会犯的错，你会原谅我的，对不对？啊？小雨，你个混蛋！保安，这么快就狗咬狗？你们两个合起伙来抢我创新疗法，可还不是这个样子。我错了，你聪明漂亮，10000个陈曼琪他都比不上你。你当时不是说研究结束之后我们就结婚吗？现在我答应你。哇，你看，戒指我都准备好了。那不是你买给我的吗？闭嘴！要不是你，我也不会有今天。林博士，千万别信他的鬼话。你要是嫁了他，那这辈子都完了。我曾经是说过，只要我做出创新疗法，我就嫁给你。可你竟然勾结陈曼琪，试图夺走我的一切。从此以后，我跟你的婚约一笔勾销。哇，你说过你只爱我一个人的。肖医生，还请你自重。林博士，我就知道你爱我。你打我！你在床上搂着陈曼琪说我是死肥婆的时候，你可曾想过我们的感情？你现在有脸跪在我面前装可怜了？我告诉你，我们两个没有以后。你说过你只爱我一个人的。小雨，你欺骗感情，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连最基本的学术道德都不顾，这是丢尽了医院的脸。我要是你，我现在就立马滚出去。史渊，都是他，是他勾引我，我受了他的蛊惑。史渊，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跟你结婚，我好好在家相夫教子。把你的脏手拿开！你的那些视频我都看过，我是不可能和你结婚的。史渊，那些都是我糊弄小雨的，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你不要这样对我好不好？史渊，求你了，我真的不能没有你呀！够了，你们两个还不知悔改！现在，我宣布处罚决定：从今天起，你们被开除医学院，永久取消行医和科研资格，全行业封杀！院长，我辛辛苦苦在医院干了大半辈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院长，你饶了我！院长，对啊，院长，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小事，您这样的处罚是不是太重了呀？一点小事，你们窃取同事研究成果，败坏医学院声誉，这些小事，管你们怎么说，就这么定了。史渊，求您帮帮我吧，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史渊，你帮帮我吧。今天要不是林博士揭穿了你们的真面目，恐怕跪在地上那就是我。不用在我们面前演戏，我是不会帮你。来人，给我带走！史渊，你饶了我！史渊，你饶了我！等一下，我就知道，你还是爱我的，对不对？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林博士，难道你还要信他一次吗？闭嘴！跟婉儿之间的事情，你有什么资格插手？婉儿，谢谢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萧雨，你也太异想天开了。我叫住你，是有事情要宣布。我要当着所有媒体的面宣布，我跟萧雨从此以后恩断义绝，他不再是我的未婚夫，我的研究跟他半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他以后再以我未婚夫的身份出来招摇撞骗，请立刻报警。你真的不顾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了吗？你还当我是以前的恋爱脑呢？
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吗？听见了吗，萧雨？人家早就不把你当回事了，你少在这自作多情了。都是你害的我，臭女人！我怎么看上你了，萧雨？我真是瞎了眼了！真是败类！来人，赶紧带走！闭嘴，臭女人！林博士，真是恭喜你了，不仅逮住了这2个学术败类，也拿回了荣誉，更是彻底摆脱了2个不值得的人。5年的心血失而复得。首先，我想感谢院长的公正，还有陆少你的信任和帮助。我研究高血脂症的初衷，就是为了解决万千患者的痛苦，所以我决定立刻启动创新疗法的药物转化，让这些研究更快地造福于人类。我还要起诉萧雨和陈曼琪，他们窃取我研究的成果，侵犯我的名誉。我要让这2个小人受到法律的制裁。好。林博士，从今天起，高血脂症治疗专利正式归属于你。以后你想做什么，就放开手去做吧。好。林博士，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不知道你能否给我个机会？什么事儿啊？我以集团的名义投资5000万，专门为你成立一家医药研发公司，把你的专利变成实实在在治疗高血脂症的特效药。陆少，我……哎，别叫我陆少，叫我石原就行。这小子怎么回事？难不成对林博士有意思？好，石原，我觉得成立医药公司挺好的，但是我希望这些特效药研发出来之后，能够免费发放给这些高血脂症患者。免费？免费？免费啊？林博士，研发投入和制药都是成本，免费不就亏本了吗？是啊，虽然我们有陆家的资金支持，但长期免费下去也不是办法。你们是不是忘了我的创新疗法还可以减肥？减肥？我打算同时生产一批新型的减肥药，它的利润啊，完全可以支撑我们免费发放特效药的成本。来，你看看。爸，你看看。好啊，林博士这个思路非常好。石原，你赶快安排团队，尽快做出特效药。好嘞，爸。林博士啊，我还有一个请求，不知道你能否答应啊？院长，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这发布会呢，我本来想帮石原找个媳妇儿的，不知你是不是看得上她？我呀，非常希望你能做我的儿媳妇儿。我？哎，爸，你胡说些什么呢？石原，别以为爸看不出来你对林博士有意思，爸就帮你这个忙。你们俩现在都单身，不正好凑一对儿吗？林博士，你愿意考虑考虑我吗？我刚刚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还没有做好开始下一段感情的准备。不好意思啊，我还需要时间走出来。没事啊，我可以等1个月、1年、2年、3年、5年，我都可以的。哎，第一次看你小子这么伤心，还不赶紧把研发搞起来啊！对对对，婉儿，这是我们公司的项目计划书，你看看。石原，那就提前祝贺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看到你们能一起合作呀，我就放心了。对了，林婉，我们集团新投资的医药研发公司，总裁就由你来担任，负责高血脂症特效药和新型减肥药的研发和生产。好，给我3个月，我保证让特效药和减肥药成功上市。好，好。林婉那个女人，这次可把我害惨了。那有什么用？再不想想办法，我们这辈子就完了。我们都被院长全行业封杀，还能有什么办法？难道你就甘心这样？林婉不想我好过，我也绝不会放过他。什么？还想复仇？他现在可是院长面前的大红人。难道你忘了我们有这个？你说数据？对呀，我们有了数据，我们也能找人研究。可是
我们找谁投资啊？这你不用管，我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当然是找人研究减肥药，抢占市场，赚大钱。你能找谁啊？再说，林婉有专利在手，绕过专利也不是件简单的事儿。专利？哼，国际医药巨头还怕他一个小小的专利？国际医药巨头？哼。赛氏集团想要入侵大夏市场，大夏地区负责人是当年追过我的田。只要咱们把数据给他，咱们有的是办法绕过专利。赛氏医药在国际上的确很有影响力，可是这人都是会变的，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他还能对你言听计从吗？怎么不能？只要我勾勾手指，我那同学就对我言听计从。那不行，那你要是和他旧情复燃，抛弃我怎么办？你以为我是林婉那种贱人？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我们俩？我用数据换取利益，等减肥药上市，我们也能大赚一笔。曼姐，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还是你对我好。有了赛氏的资源和技术，我们一定能够赶在林婉之前，将减肥药推向市场。啊，钟总，好久不见。呀，好久不见。哎呀，越来越漂亮。走，这位不会是你男朋友吧？对，不是，我现在单身。这位只是和我一起研究高血脂症的同事。我说呢，你眼光不会这么差。你先别说话。钟总，我们所有的数据都在这个 U 盘里。不过在交给你之前呢，希望你答应我几件小事。曼琪呀，你得搞清楚，现在是你有求于我，而不是我有求于你呀。钟总，不过就是几件小事，以前你从来不会拒绝我的。嘿，以前那是学生时代，不懂事儿。现在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讲究的是利益交换。那不过我也不是什么不近人情的人，说吧，什么事儿？钟总，这份研究数据非常宝贵，用它可以制造新型减肥药，垄断市场。作为交换，希望你能解除我们的行业封杀令，再给我们销售利润的30%。你这是在跟我谈条件啊？钟总，我们很有诚意的，希望你可以考虑考虑。陆家已经将你们全行业封杀了，根本没人敢跟你们合作。你们找上我，那只是走投无路了。现在还跟我谈条件，我还不如给陆家一个面子，帮着把你们赶出这个市场。钟总，我知道你心里还有人家，要是你答应的话，我就做你想做的事。曼姐，要是这样的话，我还可以考虑考虑。不过得看你的表现怎么样了。哎，我们有诚意的。我听说你们的研究成果和医学院的林博士高度相似，而且当初还闹到学术委员会里边了。这件事我们也是被诬陷的。哎，我不管这些，只要数据可以，我不在乎它是从哪儿来的。但是我听说这个林婉已经申请了专利，你们打算怎么办？钟总，我实话实说吧，这里面全部都是林婉研究的核心数据，有了它，很快就能做出减肥药，只要想想办法，改变配方，绕过专利就可以。你说的倒也是个办法，但是我得让我团队研究一下。来人，钟总有什么吩咐？把这个 U 盘里面的内容拷贝下来，2周之内给我研究出新型的减肥药，要调整它的配方，尽量绕开市面上所有的专利。是。钟总，还有个事，希望你能把林婉和陆家名声搞臭，并让所有人都知道高血脂症新疗法
是我研发出来的。对，到时候我们可以在减肥药发布会上宣布，一举两得。曼奇呀，现在配方都还没搞清楚呢，你又跟我谈条件。我说了，你们想要什么，取决于你们的表现呀。钟总，那今晚我单独跟你吃饭怎么样？哎，我今晚正好有时间。曼倩，这合作是我们3人共同做成的，你们2个单独吃饭什么意思？是要把我单独踢出局啊？还是说你们有其他的交易？只要解决了生产环节的最后一步，减肥药就能大功告成，成功上市。林总，可是这一步涉及到催化反应，我们试验了很多次，良品率都只能勉强达到50%，大规模制备成本会很高啊。林总，我们可不可以调整一下配方啊？换成更容易制取的成分。不行，这样虽然降低了成本，但是与关键成分相冲突，进而影响消费者的健康，最后得不偿失。我知道大家都很着急，但是好饭不怕晚，只要我们继续努力，一定能把良品率给提上去的。婉儿，婉儿，有好消息了，我们免费提供给患者的特效药效果非常好，患者都来感谢我们的。真的？嗯，太好了。现在不仅是槟城，整个南省我们都在进行同步发放，下一步我们将推广到全国。如今啊，就连医学总会都向我爸打听我们公司，想要来实地考察呢。林总，陆总，不好了！陆总，不好了！赛氏医药召开发布会，推广新型减肥药。不仅如此，他们还对外宣称我们的减肥药是窃取了他们的配方。你说什么？他们在发布会上还宣布，研发出减肥药的是被滨城医学院开出的肖医生和陈博士。又是肖宇跟陈曼琪这2个混蛋，一定是他们把数据卖给了赛氏医药。赛氏医药是国际巨头，一旦让他们得到高血脂症的数据研究，他们肯定会调整配方，做出跟我们效果相似的减肥药。真是低估了他们的无耻，被他们抢先一步，后面就算我们的减肥药上市，也竞争不过他们吧。世渊，你先别着急，减肥药的配方也没有那么容易调整，一旦出现了问题，他们最后也会自食其果。小王，你把赛氏医药的减肥药的配方发给我一份。是。石原，你把我们的原始资料一并带上去，我们明天一起去发布会的现场。行，这次一定不能够让他们得逞。走。今天我要向全大夏宣布，由我们赛氏集团所研发的新型减肥药正式上市。这款新型减肥药是由我们公司最新研发成果所做出来的，不用运动，不用挨饿，精准燃烧脂肪，躺着就能变瘦。赛氏医药真是太伟大了，简直是减肥人群的福星啊！3天10斤，1个月100斤，这药简直太牛了！买，无论多少钱我都买。在此，我要特别感谢2个人，肖宇和陈曼琪。如果不是他们俩的研究，不会有我们的新型减肥药。这钟总不愧是钟总，果然有格局啊！他不仅给我们荣誉，还要把销售利润的30%给我们。那可不是，不然你以为我会心甘情愿地跟着他？等药卖爆了，我们就赚大发了。等我们药先上市了，林婉他们可就完了，这是他们的报应。林婉，这是我们公司的发布会，你来这干什么呀？当然是来揭穿你们丑恶的嘴脸。林博士，陆总，你们这也太不地道了吧！大家都是公平竞争，你们研发你们减肥药，为什么说我们剽窃你们的数据？这是什么情况？就是啊，怎么能这样啊？我们剽窃，明明是你们的配方跟我的专利高度相似。胡说八道！明明是我们的品先上市的，里面有大量不同的成分，何来相似可讲？说话可要讲证据。我们专利申请的时间可比你们产品发布会早了足足2个月。放屁！当初创新疗法的发明权被你们抢了研发，现在连减肥药也要来吃一口，凭什么呀？如果真有问题，你报警抓我们呢？你们偷换概念，混淆视听，以为可以蒙混过关。我倒是想问问你，赛氏医药的新型减肥药跟我们的产品有什么不同？啊，你听好了，
我们这款减肥药用的可是我国首创的脂肪分子分解技术，无需原料，无需运动，一粒就能见效，效果显著。你所谓的分子级分解，不过是把我们专利里的再制蛋白变异链抑制剂替换成了廉价的贝塔环糊精。不仅如此，我们配方中的辅助成分都被你们换成了更加便宜的药材。你以为你们的这些小把戏我们不知道吗？你们这都是无稽之谈。林婉，正经的商业竞争不过，现在又来恶意抹黑我们，是不是？我看他们就是嫉妒我们抱上了国际医药集团的大腿。林婉，你研究出了创新疗法又怎么样？谁说只有你才可以做出减肥药？你们做过什么，你们心里清楚。为了利益，真是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随你怎么说，我们产品可是实打实的。两位，既然来都来了，那不如就看看我们的新型减肥药，或许还能受点启发呢。我们自己研究的配方需要你来制定。哎，那可不一定。如果是你们用了我们的点子，我们可不会到你们的发布会上去闹事儿。各位请看，这个就是我们的新型减肥药。根据临床案例显示，只要吃了这个药品，平均每周会减重15斤，效果显著。15斤，太多了，这么多呀！不像某些小作坊一样，只会躲在实验室不可见人，怕是连最基本的安全性都保证不了啊！你这是胡说八道！钟总又没说你们激动什么？不过呢，我好心奉劝你们一句啊，我们的药一出世必然会垄断市场，你们就算做出来也竞争不过，不如别搞了。林博士，不是我说你，你自己在家搞搞研究得了，不要出来管别人挣钱。说别人抄袭，自己连产品都拿不出，真是丢人。不能就这么算了，必须要让这个林博士给个说法。对，给个说法，给个说法。你们说让我给个说法，好，大家听清楚了，我研究高血脂症5年，发现了再制蛋白变异链，这就是减肥药的关键。而这2个人偷取了我的实验数据，卖给了赛氏医药，才有了你们看到的新型减肥药。林博士，你是不是做实验做傻了呀？我们可是有完整的研发日志啊！这肖宇和陈曼琪可就是参与其中啊！我们怎么可能剽窃你们的数据呢？雷婉，你这是诬陷！要是再敢胡说，你信不信我告你？真当我们是软柿子，把钟总惹急了，你们就等着破产了。好啊，那你就试试看。我就不信了，这大夏能让你们这群跨国公司胡作非为。哼！林总，我知道你不甘心，可是我们的产品已经上了，你们的产品还没有呢。你说这谁会信你？你们为了绕过专利，竟然换了这么多的药材，为了加速燃脂的效果，还添加西部曲名。这加什么成分是我们的自由，关你屁事！这些药材和成分确实有助于加快减肥的效果，但是它会危害人体的健康，尤其是有基础病的病人，病情会在短时间内加重。你们为了钱，还真是丧尽天良！大家请听我说，这个减肥药的配方有重大隐患，请大家停止购药。是啊，这个成分真的很危险。请大家停止购药。啊，简直是危言耸听！为了抹黑我们的产品，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都能用出来。林博士，你说你心里没鬼，谁信呢？就是，这赛氏医药的产品怎么可能有问题？对啊，大惊小怪了。还博士呢？我看是捣蛋博士吧。赛氏医药可是国际大公司，有问题的药怎么可能拿出来卖？各位，我没有危言耸听，我真的是在救人。钟总，请你立刻停止售卖这个药，要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放你狗屁！林婉，原来你是这种人，自己的产品不行，就会来造谣生事。林总，你的行为已经触碰到了我的底线，还请你现在离开。来人，等等，怎么，肖医生是想帮自己的旧情人呢？哎呀，不是的，钟总，我作为咱们新型减肥药的主要研发负责人之一啊，我愿意
伸誓要让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看看，我们的产品都没有问题。好。阿远，你怎么了？李婉，看，我们的产品没有问题。我看你就是怕自己的产品卖不出去，才过来胡搅蛮缠的吧？林婉，这下怎么办？再等等看。林博士，你也看了，产品是没有问题，还行。现在别看，不要耽误我们的发布会。作为同行，我们在旁边观摩一下，不行吗？李婉，叫你滚就赶紧滚！滚出去！骗子滚出去！哎，从今天起，我们赛事集团不欢迎二位，以后我们赛事集团的任务都不允许二位进来。来人，送客。你要是不走，他们可是要动手啊！3，你说什么？2，林婉，你装神弄鬼什么啊？1。阿宇，别演了，你快别装了。真不行！阿宇，你没事吧？这是怎么了？天哪，这个药真的有问题！哎呀，别拍了！阿宇，把炉具放下！阿宇，保安，安静点！周总，阿宇不行了，快叫救护车！你怎么知道小雨会出事啊？他的肺部本来就有基础病，吃了31药的减肥药，这是必然的。我刚才已经劝他，谁叫他不听劝？这个废物小雨，硬生生把发布会全搞砸了！啊？请问谁是钟启先生？我是钟启，怎么了？钟启先生因涉嫌盗取商业机密，侵犯他人专利，能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没有，你们搞错了吧？有什么回局里慢慢说啊！请跟我们走一趟。肯定是你报的。对啊，法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触碰底线的人。你给我等着！这玩意出人命可怎么办呢？走吧。各位，请等一下。刚才发生的一切，让我们看到了学术不端和商业欺诈的可怕。我代表我们陆氏集团旗下的医药公司，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绝对不会做任何有损大家健康的事。太好了，这样有保障了。我们曾经向大家承诺的高血脂症特效药，现已面向全国患者免费发放。免费啊！还有我们的新型减肥药，2周之后全面上市。配方不仅安全，而且价格也是赛事医药的1半，请大家放心购买。好。阿宇，阿宇，你没事吧？没想到真被林婉这个女人说中了。唉，钟总那边怎么说？钟总被抓了，我们的希望全没了。钟总被抓了。高血脂症特效药，现已面向全国患者免费发放。这个贱人，就是他害的！为了出风头，搞什么特效药免费发放？他把减肥药卖这么便宜？阿宇，我们绝不能让林婉好过，你快想想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还有我们的新型减肥药，2周之后全面上市。他不是要免费发放特效药吗？那我们就找人搞臭他，让他的特效药发不出去，减肥药也卖不出去。谢谢。看着病人们的笑脸，这一天再累也是值了。来，拿好。是啊，你人美心善，减肥药一上市，代言人就得你来担任。我还是算了吧。哎，那不行，你可是世界上
最好的广告。快别贫嘴了，发药要紧。你们来干什么？还有脸问我们干什么？你们发药就是在害人！我们害什么人了？我妈吃了你的药，已经昏迷3天了，我们必须给个说法。我吃了你们的药啊，立刻得了肠胃炎，你们没安好心。这些药都是经过严格检测的，不可能出问题。药的配方都标注的清清楚楚，没有造成肠胃问题的成分呀。我搞不懂什么配方不配方的，反正就是药有问题。不是吧？我已经吃了1个星期的药了，没发现哪里不对劲呢。小伙子，你们是吃了其他东西，吃坏拉肚子了吧？不能怪这药不对。你们啊，被他们骗了。我们拿药不要1分钱，怎么会被骗？你们以为是免费，实际上人家挖坑等你们跳。对呀，这药让你们产生依赖性，到最后并发症发作，终生都只能吃他们的药。啊，原来是这样啊！有这么大的阴谋？大家别着急，大家都听我说，我们药的配方那都是透明的，如果不信的话，你们可以拿去专业的检测机构去检测一下。光凭你一张嘴能证明什么？把它收回去，再给我们所有人赔钱。对，赔钱！对，赔钱！别扔了，别扔！我们辛辛苦苦研制的特效药，别人几句话，你们就给扔了。我们又不懂，万一药真有问题呢？就是，打针都是免费的，这药不要了。你说我们一张嘴，我看你们才是空口白牙，颠倒黑白。你们的药，我都不要。你受伤吗？我没事。你们今天要是再敢扰乱秩序，我现在马上报警。大家快看呐，他们的药吃出问题了，还报警抓我们，有没有天理啊？就是，还有没有天理了？这么黑心！挺好，给大家韭菜。打死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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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你们要闹到什么时候？我叫你住手，听到没？打人了呀！打人了！快起来！我动手哪里了吗？把我扶起来吧！今天不给个说法，天王老子来了都不好使。哎，阿宇，你看，林婉那贱人被收拾了。活该，让那2个人也尝着身败名裂的滋味。大家请听我说，我们的药都有正规的检测报告，请你们相信我们，这个药没有任何的问题。反正这里没人看得懂，谁知道你们是不是花钱买的假报告？吃错药就是你们的问题。我们药的配方那都是透明的，检测报告你们也都看了。你们今天要闹到什么时候？当然是赔钱，我们每人100万精神损失费，不然这事没完。对，赔钱，是没错，赔钱。我看你们完全就是敲诈。赔钱，那我们就举报卖假药，搞非法公益，把你们抓起来坐牢。既然你们死不悔改，那我就打电话举报你。现在怎么办？让他们举报，我就不相信了，这天底下还没有公道吗？哼，我的举报电话已经受理，你们就等着吃牢饭吧。举报成功了，那么这药真有问题。对，骗子，我还信你是个好人，原来你是个黑心商贩。奸商，王八蛋！奸商，王八蛋！真的是奸商啊！王八蛋！把我还信任？奸商，我们辛辛苦苦研制出来的特效药，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们呢？相信你，只会被你们割韭菜。就是为了钱，脸都不要了。今天把你们都抓起来。对，抓起来，都给你们抓起来！抓起来！你们干什么？都给我住手！林婉、石渊，你们怎么在这儿？来的路上我接到举报，说有人违规发药，难道是你们？哦，对，就是他们违规发药，把人吃出问题，必须负责。对，必须
须负责，必须赔钱，赔钱，先生赔钱，赔钱！安静！我是医学院的院长，有什么事儿我会处理。这些高血脂特效药是经过医学会的审批才生产出来的，怎么会有问题呢？老冯，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吧？说话要讲证据，如果你们说的有理，我自然会让他们赔偿你。我家里人吃的他都要昏迷了，我吃了他的药，上吐下泻，他害我这么惨，必须赔100万。对，100万。你们说的这些证据不一定就是药的问题，你们可以去做专门的检查，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错了，还说你们是一伙的，你们蛇鼠一窝，信不信连你一起闯？凡事要讲道理，又不是比谁惨的。我让你们做检查找病因，还有错了？爸，这事情就交给我来处理。原来你是他爸，原来是一家子呀！老爸，在这么多人面前这种裙带关系，必须举报。今天要是不给大家赔钱赔满意了，你们这全家就别想出这个门。这个药是我的，陆先生只是投资人，我们研究特效药，没有做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你这么说话就讲撇清关系，不可能。你们的药要是真的没问题，那就让人去查呀！啊，你怕什么呢？闹了半天，你二代，看来你们就是把我当做是药的小白鼠，差点上了我们的当，这药不要了。你不是胃病吗？病历还是我写，什么时候有高血脂症了？旁边这位我也觉得出现，好像是当初带头在市3医院堵截主治医师要他赔钱的人吧？罗医生，这么说，他们两个应该不会和高血脂症有关。对，他们来这里讨要说法，我怀疑背后的目的没有那么简单。你在胡说什么？我们就不能得到什么血脂症？我查到了，他们确实没有高血脂症，也因为收病人的钱去敲诈医院，还被处罚过。这人怎么能这样啊？你别乱说，我们才没收钱，不是我们，是不是你诽谤了？还不止这些，我看新闻那个女的把她重症的父母送到医院里不管不问，让她自生自灭。这个男的更过分，自己有车有房，后来呀，他和医院一笔钱，病治好了，一分不花，还倒赚了6万。这什么人呀？这是怎么这样啊？我们的药有没有问题，会有专业的机构检测认定。至于你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触犯到了法律，等待你们的只有严惩。哎呀！大人大量，饶了我吧，我们也是受人指使的，才诬陷你的。对，那2个人给的钱都给你，求你别报警，把我们抓进去。那2个人是谁？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只有一个男的姓肖，一个女的姓陈。对，就是他。萧雨和陈曼琪，应该是他们，我们在明，他们在暗。这次失败，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保安！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饶命啊！干什么？全走，跟走！这样是不好意思啊，刚才都是他们2个蒙骗我们的。你们是好人，实在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实在是抱歉，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当初决定免费发放特效药，就考虑到了这种问题，所以我们专门准备了检测报告。只是没想到，还是有人故意捣。还好他们的真面目被识破了，不然真不知道这场闹剧要闹到什么时候。没关系，大家排好队，我们继续发药。谢谢啊！太感谢了，谢谢，这太感谢了。妈的，这次收买人弄他，居然还是让他全身而退。我身上都没多少钱了，难道真的要敲碗饭吗？还不都是怪你！上次谁让你去亲自试药的？这次又找了那2个蠢货，我不管，你快点想个办法。刘会长，我听说你们2个知道在哪能搞到新型减肥药的配方？对，你要是想要，我们现在就能带您去。只是什么？
配方在林婉手里，他背后有陆院长和陆家支持，想拿到手不是那么容易。在南省这个地方，我还就不相信我搞不定这个小小的配方。你俩上车，开路。好。喂，好，好。林婉，你的博士生导师刚刚升任大夏医学总会会长，真的？听说你免费发放特效药的善举，来特意的表彰你啊！太好了，有了医学总会的认可，我看他们还怎么欺负林婉。我一直以来把我的老师当成榜样，能够得到他的认可，我这么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院长，陆老师什么时候来？他已经下飞机，在来的路上。我博士毕业这么多年了，终于可以跟我老师再次见面了。各位，我们又见面了。你们来干什么？他俩是我带过来的。哎呀，你不欢迎他们，那也就是不欢迎我喽。刘会长，你先出去。是。石院，这才过去几天，你就这么不待见我了？还是说你移情别恋，喜欢上了这个贱人？陈曼琪，你给我放尊重一点。林婉现在是我们医药公司的总裁，那还当上总裁了呢。你们两个已经被全行业封杀了，居然还有两人。陆院长，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俩以前也是你滨城医学院的核心研究员，你把他俩开了，你觉得你在南省医学界还有什么地位？就他们，不过是沽名钓誉之辈，不足挂齿。倒是刘会长，您这么闯进来，什么意思？我当然是为了这新型的减肥药配方而来。我这里没有什么减肥药配方，你就别再给我装糊涂了，赶紧让你那儿子还有那林女士把配方交出来，这样大家的面子都过得去啊。一张嘴也想来找我要减肥药配方。刘会长都开口了，你们还想不给？陆国富，你这院长是不想当了，还是你儿子这个陆氏集团不想要？小雨，一个欺上瞒下、吃里扒外的东西，没资格这样跟我说话。反正我也不在医学院，你少给我摆谱！哼，刘会长是南省医药的会长，捏捏手指就能把你弄死。现在全国总会会长卸任，会长职位空缺。我们刘会长啊，可是呼声最高的，得罪了他，你们就死定了。他们难道不知道新任总会长已经上任了吗？别管他们，他们在白日做梦。你们两个偷偷摸摸说什么呢？我劝你们识相点，早点把配方交出来。陈曼琪，你现在的嘴里真够恶心，狗仗人势，自欺欺人，该认清现实的人是你吗？林婉，你个贱人，别以为你当了什么狗屁总裁就不得了了，没了减肥配方，你什么都不是。说来说去，不就是减肥药吗？你们自己不就有研究数据吗？自己做呀！你三位，我今天来就是要给你们一个机会，在南省医学界，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想你应该清楚。我们陆家三代在医学界打拼几十年，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和地位。我们靠的是自己，不需要你给机会。陆国富，你够狂的呀你！啊，一个小小滨城医学院院长，连我这个会长都使唤不动你了。院长，他们是冲我来的，您不用这样。林婉，我爸级别是院长，这件事情交给他去做比较好。这个林女士就是你说的那个高血脂症研究厂，减肥药也是她做的。是，林女士，只要你把配方交给我，什么都好。我要是说不呢？那么除了你，陆国富这个院长一职，还有他儿子的整个陆氏集团，都将不保。高血脂症的专利都在我这里，你大可以直接找我忙，不要去威胁陆家。专利都在你手里，那当然。
不然我也不会把医药公司的总裁交给林婉。既然这样，那就好办。苏会长，您刚上任就来南省槟城，是为了您的一位学生？是的，他是我最得意的弟子之一，解决了高血脂症难题，研发出特效药，免费发给患者。这么多年没见了，这次来啊，我要亲自把荣誉颁给他。这是我们南省医学会给你的奖状，作为林小姐把配方捐给医学会的奖励。就凭一张奖状，你就想让我们把减肥药配方交给你？有什么不可以吗？这是我们医学会对林女士的认可，别人想得还得不到。你就这样把我辛苦5年的研究成果给换走，我是该说你痴心妄想呢，还是说你厚脸皮呢？林婉，你怎么给我放干净点？你就继续作吧，再不把减肥药配方交出来，等会儿看你怎么死。林女士，这奖状你也收了，赶紧把东西交出来，否则整个陆家也保不了你。刘会长，给林博士一张奖状，就想让他把所有成果都交给你，是不是太过分了？应该说，明明就是在抢，你可真够厚脸皮的。林婉，你敢在刘会长面前说这种话，你是不想在医药界混了？姓肖的，你不就是刘会长的一条狗？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话？陆师爷，你不就是仗着有个好爹，有个光鲜点的身份，当刘会长把你们全都变成丧家之犬，看谁才是一条狗？林小姐，我认为你是个聪明人，配方在你手上只会让国内国外一些人惦记，不如你把它捐给我们医学会，由我们来替您保管。这么说来，刘会长，您这是在为我考虑了吗？那是当然，要不然我也不会亲自过来，请你捐赠这个。我想这份荣幸你应该不会拒绝吧？那如果这份荣幸我不想要呢？是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我给出的东西，不想要也得要。不好意思，这份荣幸我还是不想要了。林婉，你疯了！竟敢把刘会长给你的奖状给撕了！林婉，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刘会长亲自来给你送奖状，你居然不要，你别给脸不要脸！年轻人有胆识，一张奖状撕了就撕了，不过你同时也把你的前程给撕毁了。刘会长这么说的话，就凭你一句话就能够左右我的前途？你知道就好。你现在跪下来，把奖状捡起来粘好，把科研数据和配方双手奉上。我保证你在南省医学界平步青云。说来说去啊，你不就是想要我的研究成果吗？你本来可以直接去抢，你偏偏给我一张奖状，我谢谢你啊。你明白就好，你赶紧把奖状给我粘好。我话还没说完呢。奖状我不会去粘，东西我也不会给你，因为你不配。林婉，逞口舌之快，你完了！研究是我做的，配方也是我研究的，专利也在我手里，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轮不到你们几个对我指手画脚。林小姐，这配方在你手上只不过是一粒一粒的减肥药，你把它交给我，我可以把它推向全世界，挣全世界的钱，到时候我还可以考虑分你一份。就是，林婉，这么好的事儿，要是我早就答应了，你还犹豫什么呢？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把奖状粘好，把东西交给我，我就可以对你刚才对我的不敬既往不咎。你说的我做不到，这很难办。我劝你见好就收。刘会长是什么人？要不是你手里有配方，你有什么资格见到这样的大人物？林婉花了5年心血，研究出高血脂症创新疗法，并做出新型减肥药，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就这样抢走，
想过大家会怎么看你吗？陆国富，你先搞清楚自己的身份。你们滨城医学院今天可以姓陆，明天就可以姓张、姓李。刘会长，你的手是不是伸得太长了？在南省医学会，我就是可以一手遮天。这么说，刘会长今天是吃定我的配方了。没错，赶紧把东西交出来，这样对大家都好。还有多久能到？还有10分钟。再快点吧，不能让我的学生等久了。好的，苏会长，您很看重这位学生啊。他年纪轻轻啊，就有如此成就，还医治心系万千患者，很值得我们每一个医学工作者的尊重。林女士，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别晚，刘会长问你话。快点把配方交出来吧！刘会长这种大人物，你耽搁得起时间吗？主人还没着急呢，你们2只狗就先着急了。你他妈说什么呢？闭嘴！我与林小姐谈话，哪都有你插嘴。我再给你最后2分钟，我希望你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不用给我2分钟，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什么东西都不会给你。林女士，你先不要着急拒绝，我给你看样东西。据我所知，林女士的老家应该是在滨城郊外的一个小山村，你的父母都是农民。哼，你说老2口辛苦了大半辈子，到头来换来了一身病。哎呀，那多惋惜呀！你的妹妹好像刚毕业，在一个贸易公司里，对吧？刘会长，你这是在威胁我。林女士，你说的这是哪里的话呀？我只不过是让你快点答应我的请求，这样对你的家人也好呀。刘会长，你这样做不怕遭报应吗？陆国富，我一个学医的，研究科学的，你觉得我会在乎这些东西吗？你们绕来绕去嫌不嫌累啊？要我说，还是赶紧把东西交出来。年轻人，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劝你一句，你的路还很长，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用气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林婉，你别信他的鬼话，我们陆家会一直支持你的。再说，总会长马上就到，他们这群人掀不起什么大浪。要有我在，绝不会让他得逞。这么说，陆家是与我作对？没错，我们是有良知的人，向你妥协没门儿。那我就给你一个小惊喜。什么？让我现在卸任医学院院长一职？医药公司的生产许可证被吊销了，那我们还怎么生产特效药？怎么样啊，陆国富？你们现在退出，我就当这事儿没发生。如果你们还要继续与我作对，那就不是刚才那个小惊喜了。我就不信了，在南审还没有公道了。石渊，院长，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你们不要帮忙了，我不想拖累你们。林婉，虽然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男女，但我还是好心劝你一句，你最好呀，还是赶紧给刘会长好好道个歉，然后把配方和药都交出来，这样刘会长就会放了。可不是嘛，别一天天摆个臭架子，小心赔了夫人又折兵。今天我们就把话说明白了，在南省医学界，我说了算，老老实实听话，才有你们好果子吃。你要给谁好果子吃啊？啊！苏老师，林婉，我们终于又见面了。这就是你的博士生导师苏教授。是的。你们在这里谈什么呢？我说老东家，有没有点眼力劲儿？没看到我们正在谈事情啊！识相，赶紧给我滚！说什么呢？嘴巴放干净点。林婉，他们是谁？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还有这2条狗，这会儿就找上门，逼着我把研究数据和减肥药的配方给捐出去。就是那个高血脂症的研究数据和减肥药配方？是的，我没答应，他们就吊销了我医药公司的许可证，
导致那些免费发放的特效药没有办法再生产下去。啊？他们怎么敢呢？没办法，谁让他不长眼？林婉，这个糟老头子，不会就是你找来的靠山吧？真是笑死人了！不管谁来都没用。今天你手里的东西，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老夫今天真是开了眼了，你们这不就是明抢吗？老东西，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啊！不想死，赶紧给我滚！不可救药的东西，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你他妈敢打我啊！你好大的胆子呀！在我的地盘上敢动我的人，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刘会长，你想怎么不客气？你要不要先查一查，这位苏老师究竟是什么人物？我说了，不管是谁都别想。今晚，没想到你现在也学会装腔作势啊！陆家现在自身难保，你居然还想拉着别人跟你一起陪葬？闭嘴吧你！刘会长，你怎么也打我啊？苏会长，您大老远从京城过来，怎么也不提前通知我一声啊，我好去接您呢。什么苏会长？我刚看了内部通知，他就是最新上任的医学总会会长苏明远。这一切都是误会，误会呀！哎，误会。刘会长，我的那些数据研究还有配方，你还要吗？不要了，不要了。那我的父母和妹妹还能正常生活吗？能，你们一家人会越来越幸福。那陆老先生还需要信任吗？不用，你们的医药许可证马上给你们恢复。于是，苏会长，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高抬贵手，饶了我吧。饶了你！我要是不来，你把南城医学界搞成这样，这个会长一职现在撤职。苏会长，我知道错了，手下留情啊！林婉，看在曾经感情的份上，你饶了我吧。林婉，都是他逼迫我们的，你要烦就烦他。你们可真有意思，一看情况不对就开始狗咬狗了。我告诉你，你们三个一个都逃不掉。保安，把这个3个碍眼的玩意儿带走。别！不要，苏会长，不要苏会长！会长，明晚，感谢你对大虾医学研究做出的贡献，也感谢你对广大患者提供的特效药。我代表医学总会给你颁发荣誉证书。谢谢苏老师。另外，我还要特聘你为医学研究院的院长，并为你特批每年有10个亿的研究经费。林婉，这可是莫大的荣耀啊！以后我们都只有仰望你的份了。南省医学会必须彻查，给南省医学工作者一个交代。是。林婉，可以的话，明天我们一起回京城，就任医学研究院总院长。你明天就要走？林婉，我还说想给你准备个东西呢。什么东西啊？林婉，你之前说过，忙完这一阵就考虑跟我在一起。林婉，哦不，婉儿，我现在以最大的诚意向你求婚，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